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浩和。现在川普真的是想要一统中东吗？他的狂言真的会让人想不到。昨天才说在加萨来盖房子，为的是什么？要控制他的战略位置，还要控制他的港口。今天他极限施压的对象叫做伊朗，他直接跟伊朗讲说，如果你不跟我谈你的核设施的话，我不希望会把伊朗炸成碎片一样。他完完全全想要一统中东吗？尤其是现在外交政策杂志直接讲得非常明白，川普的关税跟跳探狗一样。前前后后让人捉摸不定，而他一统中东的政策，他要释放的是习近平最怕敌人来对付中国吗？好，这节加入我们讨论的还有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钟哥，我们常常提到川普，他最要跳的是什么 ？YMCA， 有没有？左右摇摆，左右摇摆。但是呢，厉害喽！外交政策杂志说，川普现在他靠的是什么？关税的探狗，加关税，要不加关税？要不要加关税？不加，不加。把东西拿来，他玩的这么大，为的是什么？一统中东吗？没错，事实上这个刚才这个赵娥跳这个 Tango， 但是现在呢，事实上川普也在跳 Tango， 他从过去的 YMCA 变成是 Tango， 为什么？这是外交杂志说的，川普的这个关税 Tango， 那他怎么做呢？因为那这个 Tango 它要有一个节奏，对不对？对手跟你跳的时候，没错，对手跟你跳要配合你的节奏。对，那尤其是呢，川普现在呢节奏来说，外面根本抓不到他的这个 tempo， 那抓不到 tempo 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被他踩脚。哦，所以川普就是反正我踩你的脚没关系，你要适应我的 tempo， 不然你就是要被我踩脚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现在等于是按照他自己的步骤来在把人家玩弄在鼓掌间。我完全不想理你，就要配合我的舞步。对，没错。你配合我舞步，你就被我踩了。那因为你猜不透我的舞步，你当然就会被我踩。好，那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啊，他当然他这个除了要对付中国之外，目前为止他把心力呢这几天他的主轴放在中东。那我们昨天讲到加沙，他要重新开发之后，他今天把这个终极施压的目标放在伊朗。他还对伊朗呛下说啊，我没有，你要跟我谈啊，我其实不想把你炸成这个碎片，这样他就是对他施压嘛，对不对？那同时之间呢，他也准备要撤军叙利亚，对，因为他撤军叙利亚之后要什么？他也要对付中国，因为他把中国最害怕、习近平最害怕的敌人释放出来，让他去对付中国的一个状况。钟哥，你刚刚有讲，他现在极限施压伊朗，感觉起来说我给你选择，没有选择啦，你再不听我话。我就会把你炸成碎片。没错，他就会开始跳 Tango。那你伊朗你要配合我的 Tempo， 你没有配合的话，那你倒霉。好，那他怎么做呢？你看他这几天呢，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签了一个行政命令。那这个行政命令讲很简单，他说我们要对伊朗实施最大力度的这个经济制裁。然后同时之间呢，他说了我们要把这个伊朗出口的石油降到0为止。如果伊朗的石油出口降到0，那伊朗就完蛋了，倒了。因为伊朗最重要的获利来源就是来自石油。好，那他还说什么啊？我愿意跟伊朗的领导人对话，我看我们能不能做出这个安排，我们将试图与伊朗达成所谓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这个协议。好，他这样讲哦，他讲一下子先对他施压，然后一下又说啊，好啦，我们又可以跟你这个达成这个协议，开始在就是 Tango 了，对，先硬然后软退一步，然后突然之间再来什么？他说。如果伊朗要暗杀我的话，我们要彻底的消灭伊朗。突硬忽软再硬，然后他就说啊，我已经下达指令，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要彻底被摧毁，那么终结就什么也不会留下。你看，忽硬忽软，忽硬忽软，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昨天已经这个前后的，今天又说什么啊？我希望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且成功的国家啦，但是他不能够拥有武器啦。那有关美国跟以色列合作，准备把伊朗杀成碎片的这个是夸大其词。又再退回一点啦。维龙你讲呀，你现在说啊，我没有要这样说的一个状况，就是没有这样。所以你看，他前后都是这样讲，然后又说呢，我们呢这个要达成这个和平协议。所以你看，他其实就是这样在玩弄伊朗的一个状况。那同时之间呢，那你说他到底有没有在准备要炸伊朗？当然有啊，你看。这媒体报道说，川普上任之后，他已经解除了对以色列的武器管制，也就是说，以前呢，拜登时代就怕你这个伊朗，以色列会去炸伊朗嘛，所以我很多这种大型的重型炸弹我不卖给你，不能给你，为什么？因为他很怕呢，你真的会去打核设施。那因为伊朗的核设施，我们知道，事实上伊朗现在他也很怕被美国会被以色列打，所以他把这个核设施都放在这个地下洞穴，还有这个坑道，所以他这很深的这个坑道里面，你根本打不到嘛。就呢，现在美国就把你这个重型炸弹给你，这是什么？他要给你重型的这个钻地弹，就是完完全全把他的核设施完全打击，你躲都没办法躲掉。对，那你看，维龙你讲说，我要跟他达成协议，我们要炸掉你。问题是你把这个钻地弹都拿给以色列啦，对不对？那尤其是他现在呢，目前为止来说，他还把以色列还说，
哎，我给你这个重型炸弹之后，我还跟你讲它的这个核试的是在什么地方。你还说没人要打啊，对，给了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每日电讯报》有披露一个消息，甚至在前一阵子，我们不是有媒体报道说，有船只呢从中国出发，要到这个伊朗来，然后里面是载了可能一些所谓的核子试射或者说飞弹需要的一些燃料吗？那现在的确出来了，就是说他们目前为止有2个基地，一个叫做沙赫鲁德的飞弹基地，然后在南边的话还有一个这个塞姆南飞弹基地，就这2个基地呢，目前为止在测试所谓的这个飞弹，那这个飞弹可以打击欧洲的这个核子飞弹，而且根据媒体的报道，就是说他们这2个都在很深的这个地下。所以美国给的照片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些的，你的核设施到底在哪里？我一清二楚给你喽。是，我也把炸弹全都给你喽。对，只要伊朗不听话的话，以色列知道怎么做了吧？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嘛，这个川普现在在那边施压，但是他要派谁去打？当然是派以色列去打，虽然连准备好，他连怎么样打你都准备好了，所以才说现在他终极施压的这个目标是伊朗，就看伊朗怎么。过去一段时间，你看加拿大也认输了，墨西哥认输了，巴拿马认输了，现在他对伊朗这个加压力道。好，那除了这个加压力道之外，他这几天不是抛出一个大家都有点傻眼，说我要接管这个加沙走廊吗？对。那我必须说了，川普也很会演。如果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呢，当他要这个拿出这个加沙走廊的时候，他是拿小抄在那边念哦，好像他这个刚达成刚写好这个目标的这个样子。那甚至听到这个官员他听到他说出来的时候，很多幕僚都吓一跳。那难道这个川普是突然之间就说，我要这样做吗？现在人家爬书出来，什么东西呢？事实上，他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有人报道说，前几天有一个在欧洲的以色列裔的这个房地产商接到电话是来自白宫的老朋友，有人就说这个来白宫的老朋友，你看房地产开发商，请问他的老朋友是谁？当然就是川普，对嘛？川普打电话给他嘛，那打电话他说什么？他说呢，有关于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面投资的这个银行的监管的问题啦，然后能源网能不能够接进去啦，然后还有海湾主要的这个建筑的巨头在什么地方啊？有谁可以和我们合作啊？他玩真的。对啊，所以那你看他明明前几天就讲过这样一件事，就你看他那一天的时候还拿了这个小抄这样念，好像你完全不知道，这你已经想好了嘛，对不对？好，那你想说他想这样子想在这边呢盖这些所谓的这个蔚蓝海岸，想要盖房子盖这些东西，他都有想法啦。那目前为止，到底这个沙地阿拉伯、约旦还有埃及这些国家，这些中东国家，他说，你要在我的中东这边盖房子，我一定跳脚啊。对，因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在加沙走廊有230万的居民，目前为止川普的说法是说把他赶走嘛，对，赶到什么？赶到约旦去啦，赶到埃及啦，或者赶到沙地阿拉伯。那当然这些国家都说不行啊，这个沙地阿拉伯这喜欢你兄弟嘞，这个巴勒斯坦是我兄弟，你怎么把他赶走呢？他们表面上都说不行，但是呢，根据有一个他们这个曾经担任以色列耶路撒冷阿拉伯事务高级顾问的以色列前情报员梅拉米德，他认为说沙烏地、埃及跟约旦很可能对川普提出的加沙问题感兴趣，对，因为想说加沙太复杂，你要我管，那我不要管。如果是你美国管，是我们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你来管，我都不关我的事了。对，这就是川普的施压方式。他就说，我现在重新提出一个方案嘛，我要这个重新重建。那你不要的话，那怎样？我就不要做。好，不要做的话，那你们做。那问题是，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你光是要重建就要1兆美金，请问这个约旦、埃及、沙特阿拉伯，他们会愿意出这个钱吗？不愿意出钱啊，那不愿意出钱，这令天下低啊，令天下低，底下这个吃苦受难。我现在要解决你们的问题，所以这个表面上他们3个国家都说卖，反对，其实他们内心非常开心啊，因为川普愿意处理这个问题。那而且呢，你说真的，把这个所谓加沙走廊，或是把这个约旦的西岸的这些所谓这个巴勒斯坦人这个移至到别的地方去，未来或许哈马斯就不会在这边嘛。所以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的话，当然是好事嘛。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处理这个加沙走廊这件事之外，最近还有一件事。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这个阿塞德不是倒台，叙利亚的这个阿塞德倒台，对不对？叙利亚阿塞德倒台，听说最近呢，美国起草一个准备要做什么事呢？他就说，我们过去呢，我们有在叙利亚有驻军啊，我们现在不要在那边驻军了，我们要从这个叙利亚撤走的一个状况。好，那为什么要撤走的一个情形呢？因为我跟他讲，因为叙利亚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是包括说像俄罗斯支持嘛，然后这个伊朗也支持嘛，但是他倒了嘛。所以目前为止，叙利亚呢是这样，中东的话有2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土耳其。
两个可以管这个叙利亚，所以美国就说，我不用管了，因为这两个国家跟我关系都不错，特别是以色列在这边呢，话术也跟当，那我就离开了嘛，哈。那为什么要离开呢？实际上有些人就问到说，其实他这有玄机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离开了之后呢，以色列很多势力，这个叙利亚很多势力就会起来了。那很多势力会起来之后呢，其实呢，里面有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呢，其实是连中国都非常害怕。这个叫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些部队。对，原本刚刚说以为土耳其跟以色列可以挂，没有，他早就算准了这个部队。他的部队不管是武器跟装备非常的精良。对，没错。那为什么这支部队会让中国觉得害怕？因为很简单，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到东突厥人。那东突厥人来说，事实上这个土耳其跟他们也是大概是同个种族的。那他们有一个运动叫做东突厥支持什么维吾尔族独立的运动，所以就是说他们说了，他们要武装支持，讨厌中国。对，他们要武装支持。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新疆这些地方有非常多的维吾尔族这些人嘛。那用这样，我们你看，甚至他们在网络上还散布这个照片，这照片是什么？你看习近平还有王毅，他们脸上有沾血这个画面。对，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准备要对付你中国嘛，对。甚至他们还秀出非常多精良武器，包括说像坦克车、装甲车，还有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受训非常多的一个状况，每一个人都荷枪实弹。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准备要进去解放这个中国的受苦受难的我们的同胞。那你看，从叙利亚然后到新疆来这样一个状况，那整个后院这边有非常多东突厥斯坦的人嘛，所以我才说，这个搞不好如果真的这个美国事实上盘算什么？他就说我们就放牛吃草，让这些人到这个后面去活动，去骚扰中国的后方。所以才说，其实美国做这些动作来说，他都经过精明的这个算计。所以我才说，川普呢，除了这个算盘打得很精之外，他对国际局势呢，是不是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了解？体会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真的是机关算尽。他让中国的后院失火，接下来是什么？我们昨天有提到为什么要拿加萨，为的是港口战略位置。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说，我们昨天也有谈到因为稀土为了利益，没有，更大的是奥德萨港，拿下奥德萨港，又牵制住，又掐住了中国的脖子。对，我们讲了这个战后的重建其实才是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候了。那现在国际社会有2个地方是已经被摧残掉了，一个当然就是俄乌战场，一个就是所谓的中东这个加萨走廊这个地方。昨天我们提到就是加萨走廊，它以后美军进到这个地方，或是美国进到这个地方重建之后，成为什么蔚蓝海岸的，不是吗？对。但是事实上就是剑指旁边的什么苏伊士运河。对。因为苏伊士运河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上一次那个长四轮嘛，就卡在那边的时候，不是造成全球的这个全部都塞住了，对，塞住了，而且货轮的价格都上涨，对不对？然后现在来讲的话，你知道他又出了一个点子，他告诉泽伦斯基说以后呢，你们这个乌克兰呢，就是一个房地产重建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又是房地产，对，他就想的又是房地产。那你想想看以后如果敖德赛港这里出现一个川普大楼，基本上也不意外了因为他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敖德赛港。你不要小看他他真的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只有地产开发商而已它事实上是有战略规划在里面的。为什么有战略规划在里面呢？你想想看，除了加萨走廊这个地方之外，往北走，往北走的话，刚刚越过这个叙利亚，进到黑海地区之后，现在乌克兰最重要的港口就是敖德赛了。对，那现在如果说要乌克兰的所有的资源，包含他之前跟乌克兰讲的这个稀土的部分，还有包含铁矿砂的部分，如果要从乌克兰出来的话，就是要走敖德赛这个港口了。这个铁矿砂是完全掐住中国的脖子了。对你想想看乌克兰的地形图来讲的话，其他的地方全部都环路嘛。其他都是跟其他比如说这个白俄罗斯啊、俄罗斯啊这边接壤。那乌克兰唯一能够运出来的地方就在哪里？就在敖德赛港。那敖德赛港如果说装满了铁砂，如果运出来之后呢，再走苏伊士运河过来到中国，那是不是中国可以获利？你知道中国在2024年左右，据统计基本上它有3个主要的铁矿砂的一个来源国，对，澳大利亚、巴西，另外就是乌克兰。所以如果乌克兰的铁矿砂被川普掌握住的话，你想想看，他说要开发这个敖德赛港的这个地产开发，难道真的只有地产开发吗？所以简单来讲，它不管是铁砂矿，它已经把它咬住了。如果你中国想办法买
我奥德萨港我也掌握住，我也不让你运啊。是啊，那我就不让你运出去啊！你知道在战前，就是说俄乌战争发生之前的话，中国的确用了很多心力来拉拢乌克兰。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什么辽宁号呀，什么瓦良格号那些东西，都是乌克兰卖给他的，而且以前吸收很多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科技人才。现在敖德赛港，它是成为为什么旁边的什么尼古拉耶夫啦，或者是克里米亚这些地方都是被俄罗斯占领了，所以这个地方已经不重要，这是不是美国人所掌控的？但是敖德赛港是唯一能够由美国来掌控的。如果美国掌控的话，那现在不管是之前的中粮集团以后要运粮出来，或者是要运铁砂出来的话，全部都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眼睛之下盯着你看。所以以后呢，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苏伊士运河，还有川普要的这个巴拿马运河，对，还有另外就是格陵兰岛的这个北冰洋的这一块，然后再来就是敖德赛港。所以看起来川普我听懂了，所以等于是说这1、2、3、4完全封死中国。是啊，那就等于把中国的那个所谓的脖子全部都掐紧了。掐紧的情况之下，不管在运输方面，在矿产方面，全部都让中国来讲的话，都是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这时候中国难道不敢跟美国称臣吗？我相信接下来中国已经发现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来，宇轩，我们刚刚常讲，川普现在是安内攘外，攘外部分哇，杀得可凶的，怎么对中国，怎么对其他国家不听话，我就打。好，安内，他对移民也玩真的，那几个画面看到，全部都是士兵。全部都是装备精良，你敢过来，我真的直接开了。把照玩不玩真的这个呢，我们尚且未知，但呢，绝对大阵仗呢，让你拍好拍满，绝对让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美国的边境。你现在看到了，每一个都是武装的士兵，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他们这个搞得像行列式一样，有没有？等距。大概的距离之间呢，都是2公尺、2公尺、2公尺，然后一排一排，从人也好，车也好，整个边境给你弄得滴水不漏、密不通风。你一只蚊子想飞过来，马上我们讲的子弹就飞过去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这宣誓嘛，宣誓说你不要质疑我捍卫边境的决心。他们玩真的，对，所以他在这个边境干嘛？车子也排好了。人也排好了，那个画面我们讲有之夸张，而且呢，包括海军陆战队，通通都派出去。通常海军陆战队是做我们讲的最严苛的、最紧急的，甚至是要狙杀的任务，就不是。你知道他叫海军陆战队干嘛吗？绑蛇龙，就是这个画面，这是海军陆战队，对，在绑蛇龙，在焊蛇龙，对，而且他在边境里面呢，原本就一个高墙，对不对？还不够，因为我怕你们的有些人身体瘦小钻过来，有些人的这个我们讲特别的能 Q 会跳过来，所以开始在那边绑着一台的蛇龙，就这样，而且还不只是绑上去哦，绑完之后还要焊，焊完之后干嘛？叫鱼鹰直升机，这是高阶机大阵仗呢，直接在跟你巡哦。你看那个鱼鹰过去，我坦白讲，为什么我说我想吐槽？你飞过去，它是不是尘土都掀起来？你是在给敌人打烟雾弹，让人家跳过来，是不是？但不管，他就是要跟你讲，我很认真，我就是这样搞，我所有人都可以到位。为什么？他要做示范。美国给你示范说，边境管控是这样管的，你其他这些友邦盟邦邻近的人都给我皮绷紧。为什么？因为当他直接弄完之后，你看Marco Rubio 也直接跟这个瓜地马拉讲说，瓜地马拉，你未来我们这个民主阵线也要深化合作所以你注意台湾是我们的民主国家他为什么要讲台湾？难不成他突然间我们讲的突发奇想，讲说台湾这个特别好、特别赞吗？不是嘛？他是在警告说，你不要跟中国靠太近你要搞清楚你要合作，你要跟台湾合作，而且另外他也加码说，你什么铁路道路基础建设。你不用靠什么一带一路了，我来帮你铺，我来帮你去处理，但相对应的你要付出代价。瓜地马上看懂了 ，Yes sir， 马上，boss，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派出什么特种部队，赶快到边境去守住这些移民。照你看的这个实在是有够荒唐的，我们讲这是太浮夸了。对，他那个枪是什么状态？随时准备击发的状态搞不好保险都打开你看然后整个我们讲都快要瞄到瞄镜上面整个就跟你讲说，我河流沿岸。所有可能有偷渡，我们绝不放过。有可能到墨西哥的地方，我全部都给你边境加强管控。马上说，我300公里全部都派特种部队，而且呢，这个叫什么？边境管制以保护特遣队。换言之，我特别编转的一个部队，就是要专门的 for 什么？你川普的要求，你的要求我们听到了，而且不只是这样，他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要换所谓的我们讲关税不要再来了嘛。战完30天，我要好好表现，我现在被留校察看了嘛，所以墨西哥还干嘛？部署了超过1万名各位。国民的这种警卫队干嘛？你看大阵仗就出来，开始给你排站好列队，让你看说连飞机都来了，全部都干嘛？列队连不分白天，甚至到晚上到夜半的时候，
通通一样驻守在那边境里面，意思说我们不会放跑任何一只老鼠跑到美国去，全部都动起来。美国一句话呢，而且甚至还全部武装。你们看车上，我们讲整个机枪都架好，所有人呢待命，然后警察全部都列队。不然，照我讲坦白话哈。你如果真的要抓边境管制，你觉得有可能天天唱这种戏码吗？当然不是嘛。但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戏码？因为老大哥做出来了，老大哥已经演给你看啦、你就是要这样给我表演出来啊。所以马上当然得要皮绷紧啊。我们讲临死了，就说全部人都要到位啊。而且他现在CIA 直接讲非常白哦，我宣誓效忠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连我的盟友都敢杀。未来墨西哥你有问题或者状况，我也用 CIA 弄你。不，当然墨西哥为什么？因为墨西哥跟谁最有关联性？毒品，那毒品跟谁最有关联性？中国，又有中国嘛？他是不是一直跟你讲芬太尼？所以川普讲每一句话都有意义的嘛。他一直跟你讲芬太尼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要往墨西哥去，他甚至是要往中国杀过去。所以我讲，换言之，他今天他的 CIA 可不可以去渗透到墨西哥？那渗透到墨西哥，难道他的主要标的是要攻击墨西哥政府吗？搞不好也不是。搞不好是说背后的中国政府在后面，我们讲穿针引线，他要把这个证据一刀一刀所有的全部都抓出来嘛，所以他就当然要把这个我们讲的墨西哥政府背后的中国给抓出来嘛。但你知道吗？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川普不是只是对外而已，刀口对内哦。切的哦，也绝对毫不留情，对，也是一刀一刀一刀这样切。比如说我们讲，他先前是不是讲说美国哦，包括我们讲这种情治人员哦，大概有200万，对，就 FBI 啊、CIA 林林总总。他说我要大刀切，那就大刀切到哪里呢？他说来，我们先 CIA 动手，因为 CIA 我们自己人嘛，来直接2万名就这样直接。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砍。对，他就说你要一次我们讲了买断，你知道买断的意思吗？就是说你不要给我想说你要领终身俸了，也不要领一辈子了，就是你现在要么你一笔钱带走，要么呢就准备被我开除。就有2万名的人说要买断，但是原本川普预计的大概多少？大概是要到20万左右。但你要仔细看说他到底为什么买断的目的是什么，你就知道，因为其实 CIA 的人没有不高兴哦，他们反而心情很好哦。为什么他们心情好？说啊，因为呢我们呢在这个拜登政府状况之下，过去的我们要做一些情搜啊，比如说我们要去监听。这个其他的国家，或我们要渗透其他国家，都有重重阻碍。但川普时期呢，我们非常的自由，所以换言之，川普不是说只是要砍人而已，他要你们做出绩效。因为他说，除了这个买断之外，未来呢，这些人会干嘛？开放对于所谓的敌对国家，他们开始可以去渗透，甚至把这些情报呢，通通带回来。赵很，你知道这要做什么吗？这叫跑业务啦，跑业务，你要做绩效嘛。因为我把这些情报带回来，川普要来干嘛？你以为他没事情，他想要知道别人的秘密啊？不是。他要把它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你们要去给我外面去找开发客源啊！你们找到这些情报，比如说中国的，对不对？拿一个高官的秘密来给我，我马上就拿去勒索，拿去我们讲谈判桌上去跟他谈。原来是这样，他跟东厂一样嘛。对，所以 CIA 未来我们讲会变业务单位，你要讲东厂也可以。所以你看啊，他为什么叫政府效率部？因为这个 Doggy 这个所谓的效率，就是说利害也探起啊。对于川普而言，每一件事情都要赚钱。刚刚讲到乌克兰，刚刚讲到加沙走廊，都是要赚钱。所以对他来讲 ，CIA 你也要发挥赚钱的工作，你不能我们讲的四位数餐啊，你根本就没有做我们讲做绩效，我才不要你给我搞那些有的没的嘛。所以你想想看，未来的整个世界局势会怎么样？川普的特务呢，每个都会拼绩效，就是会想尽办法呢，要挖到敌方对营的、敌方阵营的这个所谓我们讲的相关的情报也好、相关的机密也好，甚至相关的内幕也好，作为什么？作为川普他可以所使用在商业战场上、政治战场所使用的筹码。从我们刚刚提到，现在 CIA 直接讲白了，如果有些筹码，你要赶快把它沉到川皇的身上，让它成为谈判筹码。好，但是中国现在它有什么情报？完蛋了！一看，都是烂尾楼，都是烂的建筑，我要拿什么给川普？对，没错。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这个表面上说，哎，我给你这个寄出这个关税战，但问题是，他们目前为止能够用的筹码非常有限。为什么？因为他本身自己目前为止财政都有相当大的问题嘛。好，特别是说中国的这个地方呢，目前为止财政有困难。好，那我们过去几年，中国不是用了非常多大基建嘛？但是大基建建下去之后，你总是要有钱建下去嘛？但是没钱可以建下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哎。一座天那个桥是什么桥？它原本呢，这个是广西柳州，它原本要盖什么？要盖轻轨。就轻轨呢，这个柱子都盖好之后，上面呢没有钱可以盖了，所以盖到一半的时候就变成是，所以只剩柱子。对，所以这就变成是大型烂尾楼。因为你只要开车在柳州的街头的话，你经过这条大道，你就看到说那个都是没有盖完成的这个状况。好，那甚至好，你就算是有盖轨道了，有盖这个所下面的这个连接道，但是上面你可以看到，
没有这个铁轨啊，也就是说完成了之后没有铁轨，因为为什么没有钱可以把铁轨铺上去？所以等于是我这个不是只有这个桥墩，我真的把它铺上去了，但是没有，然后又还没有轨道，对，没有轨道可以铺下去的一个状况。好，那人家再仔细看，因为你知道这个车站里面来说啊，因为你已经盖好车站了，然后车站不仅是没有运作嘛，没有运作之后，有相关人士就进去里面，进去里面发现到说啊，因为你没有钱可以维护，所以呢。这个车站里面来说，很多地方有非常多灰尘，然后还有什么，包括说像这个电线啊，然后电梯生锈啦，一大堆问题都在这里面。那因为缺少管理，所以里面还有一些所谓废弃尘土都堆在这边。所以他说，这不是我们这个柳州应该用的这个轻轨吗？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状况？跟废墟一样了。对，没错。那甚至还有很多地方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原本呢，这个柱子，这柱子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很多柱子原本你看盖好了之后，那倒了怎么办？他们就没办法，就把它弄在这个地方，那还要请人来把它锯掉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是柳州，你以为柳州轻轨已经很夸张？没有，现在在贵州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贵州原本呢，他们要盖这个环城的这个高速公路，那环城的高速公路也是一样。后来呢，照摸急嘛，那原本呢，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桥墩都架起来，所以一样，这是我们刚才看到是柳州，这是贵州。贵州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桥墩，一个一个都这样弄出来，就直接放在那了。对啊，它摆烂了，还没有钱可以盖，所以没办法再弄了。那等于是说，原本2021年就要完工哦，就到目前为止来说，都是完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贵州有这个贵阳这个高速公路这个摆烂之外，它旁边还有一个什么中式的这个建筑，原本是要模仿这个汉唐的时候的这个中国的古典建筑，就没想到都烂尾。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在中国很多偏远乡镇来说，有非常多烂尾的这个情形。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啊，你看很多这种说他们的大基建，很多地方因为基建盖完之后呢，因为原本我在基建旁边我要盖很多楼嘛，我们刚才不是讲嘛，你有高速公路通过的时候，那要这样要盖房子啊，就被他连带的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也没办法，就旁边的房子盖不下去，他们现在还做什么呢？还要盖运河。盖运河，对，没错，他们中国已经有非常多运河。那你看红色这些都是未来准备要盖的这个中国的运河，他们在名列之中的。好，那的确，你看广西要建一个叫做平陆运河这个地方，平陆运河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条。而且他们的网友直接笑疯，他说疯了，开始疯狂挖运河，大家都不看好。对，那为什么？因为挖运河之后，你看预算多少？有1416亿人民币，叫折合新台币是6380亿。那这个某些程度来说，又可以刺激经济嘛，那又可以让人家有工作嘛，所以等于是说你没办法，你已经陷入一个无限基建这个所谓狂魔的一个状况，你已经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你要刺激经济就只能这样。好，那其实呢，在这几天的时候呢，其实在中国网络上有出现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这个是这个之前的这些很多在中国不能够流传的照片，就突然之间在腾讯的 QQ 小世界里面出现这种照片。大家说怎么中国这个不是说不能出现吗？但是网络上还有非常多，你看这个大家叫我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什么他凭这个小学这个大家都叫我习猪头，习近平，当然仅凭小学文学就当了中国皇帝。那当然这是假的这个影像。那包括说你看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影像，这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中国不能够出现的影像，那突然之间出现。那尤其在 QQ 短视频，QQ 短视频来说，就是中国腾讯的旗下的一个公司，但是怎么会出现？那人家就说什么？人家说，搞不好还是真的有人呢，这个实际上对当权者不满，然后就趁这个时候呢，把这影片弄上来。那当然有人把关键字放宽了，让你上来了。对，那你要说这是到底是高层内部有人故意这样做，还是这些人呢骇客他入侵的？我们不知道。不过你可以看从这些蛛丝马迹，你就可以知道说，中国内部的确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因子正在发生之中。玉峰，现在对于中国不稳定的因子是什么？最大问题就是疾病。我先看这个，我快吓疯了。原因是什么？我们听到了流感这些相关性，我们现在都皮皮剉。对，这个是27岁男星，非常年轻。第二个，他没有一个慢性疾病，他却因为感冒突然就甚至吃了相关药流感药完全没有，还是走了。现在中国有一个不寻常的病毒。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件事情。很多人在讲流感，它的一个重点是50岁，50岁以上的话才会变成高危险群，因为50岁你有可能有些三高，有些糖尿病。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一个人是几岁？《欢乐森林》里面的这个主要演员，他今年才27岁，27岁
根本不能称为壮年，他根本就是青年吧？对27岁是相当健壮的，而且你看他在外面的一些活动来讲，很阳光啊，他是非常的体态状况良好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一次来讲的话，他是在什么时候发病的呢？他是在除夕夜的时候发病。除夕夜的时候，他跟他朋友的对话啊，生病老难受，然后呢，他没有打字，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是用语音的。然后呢，朋友就告诉他说呢，赶快休息，别熬夜，还是得吃药。今年过年都回家吗？他就发了一段语音给他。好，结束了。结束之后呢，从除夕，然后呢，初一、初二到初二的时候呢，他就走掉了。所以一开始到初二，对，3天4天的时间，然后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你不就是感冒，然后呢，如果是中国那边来讲的话，那就流感 A 流嘛，不管谁来都是 A 流嘛，那难道 A 流会夺走这个青年的性命吗？你现在来说的话，他们说以状况来说的话，它可能是入侵到他的中枢神经，对，可是这非常的特别，因为中枢神经你有脑膜，你有一些脊柱的保护，一般的病毒你是不会入侵到中枢神经，那而且他是27岁，怎么可能？那很多人就怀疑说，会不会是真的有一个其他的病毒？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么毒？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下，在新年的期间，病毒有多凶猛？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每个医院都是人潮，好，然后呢，这些是医务人员他的 po 文，他说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还有人们的恐惧、跟愤怒以及无助，你所以在画面当中都是要看医生的人，大家都慢慢去看医生，而且全部人都觉得说，过年期间最多人的地方竟然是医院，而且里面，峰哥，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好多人说啊，这2个月以来，很多人都染疫，不断有人猝死哦。我的母亲跟儿子都被感染了，吃什么药都没有用。好，如果你说你得 A 流、得流感，都有相关的药物，但他已经说白了，吃什么药都没有用。现在这个不知名病毒已经在中国蔓延吗？现在来说的话，大家就想到一件事情了：如果你这么多人的话，那你可能会交互传染。那交互传染之后，你原本的 A 流还是 A 流吗？你现在来说的话，医院外面的停车场爆满，然后医院里面都是人。好，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接下来就要来看了。就是火葬的一个部分，火葬已经很多的一个状况，然后大家就想说，那到底要怎么办呢？好，他就说呢，同事之间呢，我光是包白包就已经5个了，火葬场一天排队呢，还得走后门，你要把人给火化，你要怎么样？你要拿条中华拿条烟去送人家，就是要塞钱嘛。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呢，动不动就有人在车站、在马路上就倒下了之后呢，然后之后去来看的话，你看。这个火葬场来讲的话，殡仪馆有很多的人，可是呢，有一个人讲出来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就像兆和哥你刚才讲的，每次你去，不管是谁来，不管是几岁，医院都说你就是 A 流，每次都是甲流就是 A 流，但是A 流来治根本就治不好啊！你说我是甲流，我是 A 流啊，我就吃药嘛，啊，我吃药之后。又治不好，你都在骗我，那人就走掉了嘛。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很多的医生就讲说，你看哦，最终没逃过是什么意思？你用这个方式，然后你来做这个治疗，然后都治不好，然后最后都到了火葬场，到了殡仪馆，那是不是有一些医生就想说呢？现在来说的话，要把这些情况上报，因为他们怀疑可能是有一个新的一个病毒。那以数据上来讲的话，这医生就讲说，负责的病房一共30个病人，已经死了6个。死了6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1/5。过去来讲，新冠肺炎都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致死率，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你把它诊断为 A 流，但是你用 A 流的方式，你治疗不了它，然后呢，它的致死率比新冠肺炎还要高，所以种种原因看下来的话，现在中国大陆在讲的话，在病毒这一块的话，恐怕有一个新的挑战。这边我们刚刚看到了，现在中国医生都跟他讲说，你这是甲流，是我们所谓的 A 流，但是呢，你怎么药都没办法吃好。都是一个骗局。好，现在对于这个美国的太空人也是一样，你跟我说出差8天，怎么变成8个月这么长，还活得下去吗？这位就是美国 NASA 的太空人，叫做苏尼塔·威廉斯。你可以看他去年6月出发前这样的一个亲历的模样，虽然年近60岁了，可是你看到他现在在太空，从本来的8天变成8个多月。他现在已经瘦成这样的一个锥子脸，有没有看到下巴都尖尖的？然后他旁边的这个他的搭档巴里·威尔摩也是一样，2个人的这个体能的状况、身心的状况，都让许多的美国民众担心他们
怎么不赶快把他给载回来？赶快救啊！为什么会从8天变8个多月？我很简单讲一下，去年6月他们搭乘了这个波音的太空船上了国际太空站这个 ISS 去进行这个例行任务和包括一些设备仪器检修，结果没想到本来8天的这个任务时间，那因为太空船故障了，4具推进器都坏了，然后没有办法载他们2个回来，结果他就任务一直延长时间，那也没有办法再派其他的这个太空船去接应，然后逼的从拜登的政府到现在川普上任了，川普就在这个网络发出推文说，拜登政府实在太糟糕了，拜登政府遗弃他们2个太空人，遗弃这个威廉斯，那没关系，我的好马吉兄弟马斯克，Elon Musk 哈，就是靠你啦 ，SpaceX， 你派出你的成龙号太空船去把他们给载回来。伊隆马斯克也在网络回文这个回应川普说，没错，我们会把他载回来，然后。这个川普还跟他互相互演一下，说兄弟就靠你啦，祝你平安。最重要是什么？这个太空人在跟这个所谓的高中生视讯的时候，对，他话讲很白哦，我在这边待得够久了，现在我一直在努力回忆走路是什么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走路，没有坐下，也没有躺下。那是因为 NASA 一直对外澄清说，他们的这个生理状况哈。NASA 都会派医生每个月做这个视讯跟太空连线，毕竟医生又不是在他们2个身边，他在地球，太空人在太空，他就用视讯帮他做一个检视。结果没有想到，最近这个威廉斯啊，他在跟美国马赛诸塞州的一所高中生他们在做视讯连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我的这个身体的部分的重要机能已经丧失了，都丧失了。他自己承认哦，所以他因为太久没有走路了，你要知道。包括生理和健康的专家都说啊，他们如果回到地球，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恢复，尤其是他们的骨密度跟肌肉质量啊，流失的很快。所以现在他的体重状况令人忧心。本来说 NASA 2月会要请 SpaceX 派太空船去载他们回来，现在有可能已经到3月、4月，3月、4月会不会如期也不知道，只能说他们目前回来看起来遥遥无期，快要变成像《绝地救援》里面的麦特戴蒙啦，保佑你们能够早日回家啊。